宇宙全图，意识场与七层世界的秘密。喵，大家好，今天我想带你们看看宇宙真正的结构。上一次我们说重力与电磁力之所以差距这么巨大，是因为没有将时空集聚与结构因素考虑进去。但在那之上，还有一种更深层的力量等你们开发，意识场力。它之于电磁力，就像电磁力之于地心引力一样，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力量。要理解它，我们先得搞清楚宇宙的七层结构，以及最底层的根基——态素。第一章：科学探索宇宙的故事。首先，让我们从人类熟悉的科学说起。在你们的天文学中，你们目前发现的最遥远星系是 GNZ-1，距离地球约320亿时空单位，时空单位就是你们说的光年。你们也量测了宇宙最大尺度的结构，像不像生物的脑部组织呢？而在微观世界里，你们探索到原子、量子，甚至夸克。对你们来说，夸克非常微小，但如果把它放在微观世界中，它就像巨型陨石一般。而我告诉你，意识场作用的层次比这些微观还要更小、更精细。它是一种你们用光电工具根本无法直接测到的存在。第二章：宗教哲学的发现故事。古老的地球人也有一套自己的宇宙观。道家说，态素是宇宙万物的根本，三生万物从最原始的意识衍生出整个世界。佛家观察到不同众生的存在，整理出六道，并以3000大世界的概念描述宏观与微观宇宙。这些智慧与你们的现代科学不同，他们不是用望远镜或加速器测量，而是用精神与觉察去探索世界。第三章：太一、太初、太始、太素。让我来说说宇宙真正的骨架。宇宙从太一开始，就像一个点，代表纯粹存在和存续，也就是时间与空间的最初概念。太初就像一条线，理智与持续的表现，像气一般流动。太始就像一个面，神形与维系的展现。而太素就是这三者的总和，精、气、神合而为一，成为所有宇宙世界的基础物质。态素是意识虚拟而成，所以它是第0层结构，也是第1层的物质基础。它的太一级属性和电子、地球一样，都是宇宙结构不同层次中打造世界的物质基础。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众生所在的世界。地球上的佛家智慧把宇宙分为6道，但其实这只是你们人间视角。在宇宙7层里，我们把上3层称为第4、5、6层，下3层称为第1、2、3层，而太素是第0层。对应关系大概是这样：第6层对应天人道，第5层对应人道，第4层对应阿修罗道，第3层对应畜生道，第2层对应恶鬼道，第1层对应地狱道。你看，虽然地狱道和天人道都是单纯的存在，但资源和力量的分配完全不同。因此，你们站在人间的角度看，就会觉得天壤之别。另外，佛家的3000大世界也可以理解为
小千世界对应第4层的微观世界，中千世界对应第5层的宏观世界，大千世界对应第6层的巨观世界。这样一来，佛家智慧就和宇宙7层结构自然衔接了。第5章，宇宙层次分析，资源与复杂度。再来，我们看看各层宇宙的资源分配与意识复杂度。宇宙上层资源丰富，下层资源稀缺，因此天人道和地狱道即便同样单纯，感受上却天差地别。第2层恶鬼道，资源稀少，物质环境简单，好比地球上的荒漠贫瘠地区。第3层畜生道，资源多一些，世界复杂度也高，但受到第4层意识驱力影响，意识自由度低，无法形成文明，只能像畜生般生存。第4层阿修罗道，复杂度高，资源有限，这就是意识场建构的基础层。第6章，形成的世界状态。有趣的是，上层世界的意识驱力和资源分配会直接影响下层世界的运作。例如，你的意念会对微观世界的万物造成重大趋势影响。这就是意识场为什么叫做意识场，因为它是透过意识在微观世界中创造特殊场域，而这些特殊场域却能产生远大于此力的力量。这种作用不仅仅是力量的流动，更是一种规则的维系，世界的真实性与多元性。所以你看到的6道现象，不只是单纯的世界呈现，而是宇宙结构、资源与复杂度互动后的结果。第7章，意识场作用。那么，意识场到底如何作用呢？冒险人先简单告诉你，意识场就是建构在第4层微观世界中，它是透过宏观世界生物的意识驱动微观世界的物质而形成的场域机制。换句话说，意识场只有找到正确的时空区域，才能有效运作。至于如何作用，原理如何，这部分说来话长，我们留到下一次慢慢讲解。